我这是在哪儿啊？这是在哪儿啊？季家老宅，我怎么在这儿？哎，原来是我那丧家犬表弟呀！我还当是条狗呢。我重生了。原来是我那丧家犬表弟呀！我求求你了，我妈真的病得很重，求你让我进去吧。想要钱呢？好啊，只要你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学几声狗叫，说不定我就会帮你了呢。松开我！哟，这个小杂碎死懒，一个外系野种也配待在这儿？你也不怕真生得病？我妈真的病得很重，求求你借我点钱吧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只要你从我裤裆底下钻过去，再学几声狗叫，我一开心，说不定就帮你了呢。重活一次，我定要让季家血债血偿。要！老子弄死你！啊！表哥，你现在怎么在我当下呀？放开他！你这个外系的野种，敢在这儿撒野！你这个小流氓，你想干什么？小姨，你可千万别再整容了，小心未来的你鼻子假体戳穿胸，鬼如赛过梅超风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一群废物！一场金融危机就把你们搞垮了吧？98年的金融危机正是季氏集团的存亡之际。季董事长，我能解季氏集团的燃眉之急。我是季宏愿的儿子，想要请求见你一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扔出去！放开我！等一下。范宇成，老爷让你进来。季宏轩、季宏宇、季宏生、季姐，你们不过是顶着季家的身份，在这里狐假虎威。重生归来，我定要将你们都踢出季家，生不如死。都坐下吧。小景，你别怪小景，在我们这儿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，你呢，现在还没资格坐在这里。你是来要钱的？我记得你妈跟我说过，这辈子跟我们季家再无瓜葛。爸，听说妹妹都住院了呢。季离开季家，她的生死与我无关。外公，不要叫我外公，没有姓范的外孙。好，季董事长，我今天来是跟您谈生意的。你一个辍学的废物，能想出什么高招？爷爷，您不要被他骗了。我能解季氏集团的燃眉之急。就凭你啊！你的意思是，大哥半年没解决的问题，你就能解决？爸，我们宏生为了季氏集团可是殚精焦虑，是殚精竭虑。现在真是什么人都能进季家。够了，我给你1句话的时间。现在是1998年，我确信
只要你们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房地产，那么在未来，季氏集团的资产将会翻100倍。大家都有福利分房，谁会买房啊？爷爷，你可不要听他胡说八道。小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现在房地产行业正处于全面亏损的状态。我们季氏地产可是由大哥管理的，大哥，你应该是最清楚的吧？是啊，据统计，现在全国闲置的建筑面积高达6031万平方。那是你们不知道，98年颁发的房改政策，直接将我国经济推向鼎盛。目光短浅，难怪季家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。你，房地产业一旦兴起，带动周边的建筑、建材等产业可不止10亿。董事长，敢赌一把吗？爸，你可千万不能听这小子瞎说呀！这个决定可事关我们季氏地产的生死，更事关我们季氏满门的富贵。爸，您可要三思啊！好，我赌。季董事长，您届时可千万不要食言呐，记得救我母亲。于成，妈妈今天就是死，也不会让你给他们顶罪的。妈，我一定要让你亲眼看着他们是如何跪地求饶的。董事长，房改政策已经颁发，我们之前购入的所有房屋地皮，通通价格翻了几10倍，现在一屋难求。好，好啊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快去，把那小子给我找来。房改政策一经颁发，季氏地产势头猛烈。妈，我出去办点事情，你好好休息。你要去哪？范少爷，董事长要见您。我可以答应去见他。范少爷，你好像和过去不太一样了。我想换个活法。季氏地产因提前布局，销售额首创新高。董事长，人到了。季董事长好。站着干什么？坐呀。爷爷，别忘了，他姓范，跟我们不是一家人。季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？爸，小景也是无心的，赶紧给爷爷道歉。爷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就坐在季景旁边吧。好的，季董事长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我们季家是凭实力说话。爸，凭实力没问题。不过我看啊，他这次不过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蒙对了吧？是啊，这投资是季家出钱，如果赌输了，他可没有任何损失。对呀，爷爷，说谁还不会说呢？爸，既然大家都有异议，那不如您再出道题。若雨城真有实力，那大家自当无话可说。今天我把你们叫来，确实有一件事要决策。高秘书，这里有3份商业企划书，我们将从中选择一个领域进行投资。理想国际最近势头很强。我做地产，二弟做汽车，三妹做通讯。咱们季氏集团目前没有涉及海外市场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。我觉得这个长虹金融很不错呀，季家目前所有涉及的领域都有所助力啊。对，我赞同二哥，长虹金融。
雨城，你怎么看？我认为，只要全力投资马总的阿里巴巴，未来的投资回报会超过2000亿人民币。你是来搞笑的吗？阿里巴巴，我还按毛99呢。是啊，这穷人家的孩子，就是眼光长，见识短啊。果然啊，你之前都是蒙的吧？废物，赶紧滚回你的贫民窟吧！哼，今年是1998年。1998年怎么了？1998年是全国互联网全面发展的时代。我看你最近编消化的本事是越来越强了。那也比只会偷奸耍滑的季大少好。你什么意思？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你他妈敢打我！你平生最看不得打女人的人。够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董事长，大少爷的工地出现了劣质材料，工人们正在系统门前闹。什么？你那没用的东西！废物！给爷爷跪下！爷爷，不是我，一定有其他的问题。爷爷，我会解决的。董事长，我们该出发去机场了。爷爷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一定是别人在搞鬼。爷爷，爷爷！从今日起，雨城就住下来，季氏地产的事情就由你来解决，解决妥当，你就是负责人。爷爷，范宇成，爷爷不过是一时之气，只有我才是他的亲孙子。哼，那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。季董事长看重的是实力。实力？已经失去公信力的地产，我看你怎么挽回。唉，真是天公不作美啊！哎，大哥，这烫手的山芋，你可算是送出去了呀？那就让我们看看，罢选中的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。这腰啊，该弯的时候就得弯。你要是一开始就承认自己不行，我们这些做长辈的，最多也就是笑你一辈子。要不你求求舅舅们帮帮你？帮？就不劳二位舅舅费心了。解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易如反掌。我们走。您真有办法？先该赔的赔，安抚好群众。好，然后准备大量的抗洪物资。我看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送往长江流域。啊？98年会发生特大洪水，虽然我无法阻止自然灾害，却也能减少伤亡，为季氏挽回不少公信力。您怎么知道的？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等等，我好像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啊？外公会死于这场空难。上一世，外公就是死于这场空难。随后，季鸿生继承季氏集团，导致季氏一落千丈。外公，我一定要救你。您好，这里是环球航空。今天7点10分那趟航班会因为空调故障原因而发生空难，千万不要起飞。请问您还有别的需求吗？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请相信我。喂，这个时候外公应该就到机场了，现在去追也来不及了。你，我叫李林，有没有高秘书电话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个小职员。喂，哟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危机解决了吗？你有没有高秘书电话？凭什么给你啊？
大少爷，高秘书吗？我是范宇成。什么事儿？我们马上要上飞机了。这趟飞机会出事故，千万不要上飞机啊！我这信号不好，听不清。可以登机了。好，谢谢。我们马上要登机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喂！我还是没能救得了外公，就算重生一次，也还是救不了妈。急什么呢？起来呀！你刚刚不是挺厉害吗？你们干什么？下面插播一条新闻：今晚7点10分起飞往蓟城的环球航班发生空难，230人无一生还。这不是霸总的那趟航班吗？这不是霸总的那趟航班吗？爸，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赶快打电话给航空公司，确认爸上没上飞机。好的。航空公司公布的遇难者名单里，真的有公公的名字。爸，老公，你要撑住啊！季家还要靠你来主持大局。都是你这个灾星！你一来季家，季家不仅出现危机，就连爷爷的航班都出事了。我就说你们姓范的和我们季家反冲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凭什么走？外公已经将季氏地产交给我了。就凭我刚刚拔了你妈妈的氧气管，你卑鄙！你这回没有爷爷撑腰了，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大能？你该不会还妄想继承季家的财产吧？我告诉你，范宇成，不管你怎么蹦的，季家都只能是我做主。你做主？爸死了，我们还没死呢。小姑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季景是季家唯一的小辈，由他继承也没有说错啊。你，不过我作为长子，会先接下董事长的位置。你，恐怕季家到不了你儿子手上就得破产了吧？你，二哥，还是你嘴毒，说到我心坎上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就趁早把这家给分了算了。外公这才刚走，你们就打算这些，真不怕丧良心吗？这是我们季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来掺和。我走，把我妈放了。好啊，不过你得从这儿爬过去。妈，舅舅，金总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妈，认罪赎我签。难道重活一世，我还是无法改变这个结局吗？我可以爬，看看你们这些人的嘴脸，我替我外公感到心寒。哦，那个老顽固已经死了，而你跪下，给我爬！谁说我死了？我看谁敢让他跪！好，爸！爷，您没事啊？没事啊？你很希望我死吗？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就和雨辰开个玩笑，开玩笑，玩笑，对吧，雨辰？你最好顺着我说，不然你妈……没事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。外公，我没想到我季富民竟然养出你这种逆子。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都是范宇成。自打他来我们季家之后，我们季家就出现了危机，连您的航班也出事了，爷爷。季氏集团助力抗洪，彰显担当，风评扭转。我今天之所以能够站在这儿，是范宇成救了我一命。是范宇成救了我一命。爸，怎么会是雨成救了你啊？我们马上要登机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。怎么了？范少爷用大少爷的电话打过来，不知道怎么了，信号不好。不管那么多了，
登记吧。季总，阿里巴巴的马总收到了雨城的邀约，让我们现在过去。是吗？好，推迟出差，马上过去。是。没想到，我刚与马总聊完，就得知了飞机失事的消息。但是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季景，你还真是让我目睹了一场好戏。爸，小景就是心智不成熟，他想吓唬吓唬雨城。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。爸，他毕竟是您一手带大的长孙，他也知道错了。我一手带大寄予厚望的长孙，难道就是一个拔掉他亲姑姑氧气管的畜生吗？爷爷，我是想吓唬吓唬范雨城。若是高雪的人晚去一步，今天你就是杀人犯。我可以答应跟你去见他，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您说。派人护我妈周全。好。谢谢你救我母亲。你不也救了我吗？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是范雨城的陷害我，爷爷。住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给我反咬！你跪着，好好给我反省。你给我来一下。外公，您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你不是范雨城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认为你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、平日里不敢正视我的人，能够预料到这些，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做出正确的判断。您就凭这个就要怀疑我？不止如此，房改政策、自然灾害、飞机失事，你为何能够接二连三的未卜先知？你究竟是谁？只有两种解释，要么你真能预见未来，要不然就是《聊斋》里的借尸还魂成了真。可无论哪种，你都不可能是我认识的范雨城。回答我！您说的没错，我确实都知道。不过，我不是了解未来，我是了解您，外公。您当初创立纪氏集团，全是凭借您长远的眼光，后来又凭借投身慈善获得了口碑。我不过是站在您的肩膀上，和您意见不谋而合罢了。至于飞机失事，不过是个心智还未成熟的孩子，因为提前约到了马总，向您邀功罢了。好，这次你救了我的命，想要什么奖励？什么奖励都可以吗？只要我能做到。这个奖励，我想在大家面前说。从今日起，范雨城就是我季富民的亲外孙，正式入驻季家。他和你们一样，拥有同等的季氏集团继承权。作为补偿，从明天起，雨城正式接管季氏地产。当然，我们季家奖惩分明，雨城挽救季家有功，我也许他一份礼物。雨城，你可要想好啊！我想要季家继承人的身份，可以吗？你也配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小姨，我开个玩笑，别着急嘛。比起继承人的身份，我更想要的是一块地。哦，雨城，你想好了，要哪里啊？我要这块。你确定？
这里可是一片垃圾场啊！我确定。好，既然你打定主意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这块地是你的了。谢谢外公。我倒是何方神圣，原来只是个看上垃圾场的废物。少说2句吧，这是爸刚认下的小外孙，也是你的亲外甥。因为作为惩罚，废除寂静的继承人身份，从此滚出季家。爷爷，我错了，爷爷，请原谅我吧，我以后不敢了，爷爷。爸，寂静是你从小一手带大的长孙的爸，一个我一手带大、寄予厚望的长孙，遇到危机不思进取，满脑子龌龊，我怎么可能把继室交到这种人手里呢？爸，小景他还只是个孩子，有些道理他不懂的。不懂就去学，我已经给他安排了国外的大学，你明天就滚去报道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爸，你快跟爷爷说说，我不走啊，爸。爸，小景从小没离开过家，哪儿都没去过，你把他送到国外，你让他怎么活呀？活不了就去死！寂静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。这个范雨成给老爷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？一回来态度就变了。老公别生气嘛，季氏集团上上下下都是咱们的人，他一个废物，掀不起什么风浪的。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范总，不是说9点开会吗？人呢？白经理说，今天的会议在高尔夫球场开，没人通知您吗？现在不是你通知我了吗？他们之前都是季鸿生季总手底下的老员工了。看来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啊！走吧，会会他们。您放心，我们肯定还是以季总和夫人的话为准。是啊，季总，您才是季家的长子，未来的继承人。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孙子，能有多大能耐？大家早啊！大家都还不认识吧？范雨成，季董事长的外孙，季氏地产今后将由他管理。好，还是范总有范儿啊！第一天开会就迟到，明明是你，是我的疏忽，是我不够清楚大家习惯，不知道大家这么热爱运动。那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一起玩。规则就是打进的人留下，否则直接走人。狂妄，黄口小儿！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那你呢？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？外界传言，季氏地产的主管个个都是学识超群，人品卓然。如今看来，都是一些只会耍弄诡计的庸妇之辈。这种人，我看也没必要养着了。李林，在。通知人事部，明天让这位主管滚。是。你敢？季董事长，我外公已经将季氏地产交给我了，是吧，舅舅？到你了。到你了。范总，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，以后我都听您的。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呀。哼，一杆进洞，你也做不到吧？我自己做不到的事，从来不会要求属下。没想到上一世在高尔夫球场打工，还有这种招数。你全丫人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们服你吗？是啊，就是。有本事你靠业绩说话，只要你能拿到他手里的开发权，
我们便服你，否则你就从哪儿来的，给我回哪儿去。你敢不敢应？这位可是有名的刺儿头，我们派了多少人都没有。范雨成，这回你死定了！这人怎么这么眼熟？范总，您不能答应啊！这个人是点心投资集团的总裁，在投资界出了名的难搞。点金投资集团。是他？怎么了？怕了吧？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，能力不足啊，就趁早卸任。谁说我怕了？我求之不得。你们季氏地产该不会觉得派个新人来就能让我心软吧？我有您不得不答应的理由。哦，说说看。听说董总很喜欢围棋，这下围棋的过程就是摧毁对方精心布置的阵地。董总，看来我们有一样的野心。我们来打个赌吧，若是我能够解开你这个残局，你就答应我一件事。年轻人，这可是从未有人解开过的真龙棋局。哼，上一世人工智能阿尔法狗早就解开这个棋局。哼，试一下喽。万一我有这个天赋呢？妙啊！是我输了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城西的开发权？哪有这么简单？我想让你帮我投资下一个风口项目——通讯软件企鹅。你怎么知道企鹅？范雨成，听说你去找董洁瑞了，真是自不量力。也不知道你这个位置还能坐几天。哼，怕是连人都没见到吧？估计这会儿爸又要失望了。雨成啊，你求求你大舅，让他帮帮你。不愧是我季富明的外孙，果然能力出众。爸，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看看，你看，你们也都学习学习啊！国内点石成金的传奇投资人董洁瑞，季氏地产前途不可限量。你真的拿下董洁瑞了？不止如此，季氏地产最新一期的报纸独占鳌头，风靡市场，这销售额再创历史新高。爸，我就说你眼光不会差嘛。雨成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红云，你说是不是？是。说到底，这件事情还要感谢小舅妈呢。她让我去董洁瑞那里要开发权，不然我也没有办法这么快走出成绩。这货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的位置能坐这么稳吗？
真能请动董杰瑞啊！我们之前派去的人不下20个，每个都无功而返。他真的挺厉害的，我们都小瞧他了。这个时候了，还在替他说话，你是不是和他有一腿了？谅你也不敢。反正爸答应过我，季氏地产是季请的。对呀，范雨成他再怎么努力，还不是在给小少爷打工？说的有理，但是我对这小子不放心，你得安排个人过去。早就准备好了。阿福，进来吧。季总，季夫人，怎么样？哦，好，就是便宜这小子。范总，您的咖啡。Hey, what you doing to me, babe? I'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. 1颗糖够吗？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. 范总，我们这个月的销售额又创了新高，断层第一。董事长很高兴，叫你回家吃饭。好啊。这个合同你一定要看清楚，转让方和受让方的第2方和第3方，然后这个资金链，我觉得一起吃饭呀。合作愉快。接下来是互联网井喷式发展时代。来，雨成，干杯！我们继续投资企鹅，扩展网吧，尤其是一个叫做传奇的游戏。你看，就这个，就做这个。瞎呀！不好意思，还瞎老子棋，给我滚！以后别让老子看见你。美女，雨成，你猜我遇到了谁？你们季家大少爷回国了啊？是吗？那他现在……我看他呀，来者不善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雨成，外公，你回来了。你还记得这块地吗？我当然记得，这是您当初送我的第一份礼物。没想到啊，京都4环通车，那块不起眼的垃圾场，跟着地价飙升啊！你小子转眼间就成了新世纪的亿万富豪了。亿万富豪，我吗？没错。这里是1亿现金，是这片土地的价格，您收好。范少爷的眼光还真是毒辣，这么多年就没出错过。没有了，那都是外公信任我嘛。你小子就知道油腔滑调，快收了吧。哎，喂，知道了，我马上回去。走吧，回家吃饭。是季景回来了吗？他回来，你倒是比我早知道。我正好有个朋友碰上了。
这是怎么了，范总？伴君如伴虎啊，他这么信任我，也就是因为我还有利用价值罢了。季景回来了，爷爷，我小孙季景，我回来了。我想，董杰瑞还是受挫了。这么多年，季景可不是毫无长进，至少在演技这块登峰造极。来，快起来。你有没有怨爷爷？不怨，小景当初做了错事，理应受罚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爷爷，您的良苦用心，小景全明白。好孩子，坐吧。小景，来，坐姑姑这儿。这么多年没见，姑姑都想你了。啊，对了，爸，既然小景都回来了，您是不是该给她指定个地方历练历练？季景，你有没有心仪的职位？爷爷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我还想继续接管季氏地产，让你看看我的学习成果。表弟，你觉得呢？董事长，季氏地产在范总的带领下已经今非昔比了。我觉得，季家一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秘书插嘴了？不过这些年，雨城在外面还算成绩不错。哼，我倒是觉得他越来越嚣张，就怕哪一天啊，他连爸您都不放在眼里。够了！从今天起，季氏地产就由季景接管。董事长，我觉得……你觉得是我偏心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您这样做就不怕伤了范少爷的心吗？养出来的是兔子，杀出来的才是狼，是刀俎是鱼肉，全凭他们自己的本事了。把范雨城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！晦气！你们太欺负人了！这是啊，这是老爷子给范总的商界名流会邀请函，被邀请的全是业界大佬，范总真厉害。我帮你给他们。哦。Good， 就差一点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小季总啊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咱们季氏地产的价值已经翻了3番了，您现在接手，那可真是赚大了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身手有长进啊，表弟。表哥。你的演技也比以前更好了。谢谢你替我打了这么多年工啊，还真是辛苦你了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用来公司上班。你要赶走范总？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那就预祝表哥一切顺利。就这么走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大概是觉得我还会求他回来吧。我呸！他算什么东西？以为没了他，季氏地产就倒闭了？是。大少爷，这是商界名流会的邀请函，老爷特意嘱托让您结交的点金投资集团总裁董杰瑞，还有企鹅背后的神秘投资人都在。只要搭上这2位大佬的关系，想在爷爷面前挽回颜面，
岂不是分分钟的事？到时候，他范雨成只能是3家之权。那个寂静，我真的想抽死他！这些年，你为季氏地产付出这么多，我真的咽不下去这口气。你倒是还替我委屈上了。糟了，邀请还落在公司里。恐怕这个时候，已经出现在季景手上了吧？好，那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一切在我预料之中。说起来，你不是向来讨厌这种名利场吗？怎么今天想出席了？有人想在我的面前出风头，总得给他个机会，不是？又是那个季景？嗯。看来季景惨喽。来，三位，这是我们季氏地产名副其实的负责人，小季总，这位是李总。你好。那之前的那位范总呢？还没听出来吗？眼前这位季总可是季家正统的继承人，那个范总不过就是过客而已。还是您理解的透彻呀！啊，这位是王总，您好。他怎么来了？这董总真是越来越不靠谱了，宴会都要开始了，他这个主办方都还没到。要我看，他就是想看戏。什么意思啊？3、2、1。范雨成，怎么溜进来的？怎么，这里哪写着我范雨成不能来了吗？这里是名流会，名流，不欢迎你这种盲流。今天到场的都是各界翘楚，身价过亿。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丧家之犬，不合适来这儿吧？你又怎么知道我一定不是个大人物呢？你是什么大人物啊？就他还大人物呢？你说这真是啊！没有镜子，总有尿吧？就你这全身上下行头不过200块钱的社会底层，也好意思说自己是个大人物？不过就是给我们小季总打过工的牛马，还真把自己当少爷了。我劝你啊，收拾收拾东西，赶紧滚蛋，免得再在这儿啊自取其辱。谁养的狗？真吵！你骂谁是狗？谁应我就骂谁。嘿，今天我还就坐在这儿了。你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，谁能把我赶出去。这是董总的宴会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我看你根本就没把董总放在眼里。规矩，在这儿，我就是规矩。你知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在董总的地盘对董总不敬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来人，赶紧把这无赖轰出去！太拉低咱们身份了。拉出去！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！太不像话了！赶紧出去！赶紧出去！拉出去！拉出去！赶出去！把他拉出去！我看你们谁敢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小季总，这位是点金投资集团的董总，上届新秀。哎，董总您好，我是季氏地产的新任总裁季景，请您多多关照。我知道你。哦，我在国内的名声这么响了吗？哎呀，都怪我爷爷，把我在国外留学的事情啊到处说。董总见谅。你留不留学我不知道，你这脸皮厚我是知道了。还得是他们家，还有他们家跟这董总，你什么意思？让。就连范雨成是其
迄今为止最优秀的投资人你都不知道，就你也能当上季氏地产总裁？我看你们季家真是没人了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敢辱我季家？信不信我季家封杀你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在座的诸位给我做个见证，从今天起，谁要是和季景合作，就是跟我董杰瑞过不去。你舍不得。小季总，董总可是商界新秀，他的背后更有企鹅集团强烈的支撑，有他的封杀，咱们全完了。你快道歉吧。我，啊？企鹅的股指，企鹅被国外这么多，怎么回事？哎，现在这样继续大跌，这可怎么办？什么董杰瑞？我他妈还记汤姆呢！我看你也不过如此。什么垃圾东西，也敢跟我季家争辉？还商界新秀？我呸！董杰瑞、范雨成，我等着你们跪下来求我！这侵犯知识产权可不是小事儿。我说，你怎么不着急呢？这张卡里有1个亿，我要全部投给企鹅，我要做企鹅最大的股东。你疯了！企鹅它只是个初创公司，没人知道它能走多远。你确定你要将那1个亿全部投给企鹅？爷爷，那个董杰瑞和传闻中的简直是判若云泥，我看就是业界的人把他神化了。还有那个范雨成，竟敢在宴会上公然挑衅我，给咱们季家丢尽了脸面。还好，最后都被我解决了。是吗？企鹅集团平稳度过危机，并获得神秘投资起死回生，目前市值在不断攀升。怎么可能？反观季氏集团，股价出现不明原因波动，当前股价在持续下跌中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企鹅会度过此次危机？难道从始至终，你就是想利用这件事给季景下套？我又不是神，走了。哎，去哪儿？回季家，收网。这就是你所说的解决了？爸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对国内的人情世故不是很了解。不了解？这小畜生得罪了所有人。要不是有些厂家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份上，现在的季家早就破产了。赶紧给爷爷解释啊！爷爷，这不能怪我。外公，都怪他，故意设计陷害我。要不是范雨成跟我作对，我不会在宴会上得罪董总的。外公，董总托我给您带句话，他说今天不该和一个无知小辈计较，季家的危机他会帮我们度过的，只不过他不想在季氏地产再看到季姐。你胡说，你根本没有资格跟董总搭上话。爷爷，你不能相信他。你闭嘴！从今天起，季家没有你的位置。爸，季氏集团是我季富明一手创办，我绝对不会把它交在一个无能之辈的手中。从现在开始，剥夺季姐继承权，季氏继承人能者居之。季姐，还没完，我要让这场戏的高潮绚烂无比。范雨成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
样，败了就只会躲起来摔东西，难怪你是个 loser。败只是一时之气，但你终究献祭。哎呀，但是那个范雨成，他一天不消失，你就永无翻身之日。算了算了，不说这个，来，吃点水果。小舅妈，这么晚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么晚了，那我们就做一些晚上该做的事吧。你这样不太好吧？舅舅要是知道了，会不高兴的。他不会知道的。再说了，那个不中用的老色胚，哪有你厉害呢？范雨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那个不中用的老色胚，哪有你厉害呢？季景废了，季鸿生又是个无能的好色之徒，所以你想投靠我了？我身边不留无用之人，你这套对我没用。阿成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你若不信，我就再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季宏宇才是季家推波助澜的那个人。什么意思？你别看他平时胸大无脑的，其实城府深得很。刚我就看他拿着刀去找萧景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听我解释。哦，不用跟我解释。我想告诉你，董事长在你的卧室等你。糟了。范雨成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关公，你走吧，走。爸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萧景可是您看是长大的。误会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他不过要杀他的亲姑姑，现在连这个爷爷都不放过。季景，从今往后，无论生死，与我季家再没关系。爸，爸，爸，爸。等一下，我看你还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。那场宴会从始至终就是赏鸿门宴，没想到出国镀金3年，还是一点城府都没有，上不了台面。范雨成，你这样也不算赢。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妈妈当初之所以被赶出季家，都是季宏宇一手策划的。走，老实点。杰瑞，放出消息，我要大量构建小灵通。季宏宇，我本来还想让你多蹦跶一会儿，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了。
就这，求人用的玩意。哎，范雨成的眼光还真是和他的身份一样，无比寒酸。是寒酸了点儿，但是范雨成的眼光4年来可从来没失误过。哼，不过就是他运气好罢了。我决定，我季氏电器大量进购大哥大，抵制小灵通。小叶，听说季氏电器销量不是特别好，需要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就是一点点小风波而已，我解决起来轻轻松松。干什么？董事长吩咐过了，从此以后您坐在那儿。你说什么？范少爷，您请。麻烦让一下。爸，这是为什么？凭什么让我坐他后面？自己看。小灵通用户人数突破1000万大关，大哥大获成历史，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关键博识，禹城仅用300万就用小灵通撬动了2000万的销售额。季氏集团能者居之，就如我季家的座位一样，没能力的人趁早退场。小姨，这只是开始，你欠我母亲的，我要让你100倍奉还。范雨成，范雨成，范雨成，范雨成！红宇啊，你冷静一点吧，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冷静，我冷静不了一点儿。你没看见那个臭小子在我的位置上那个嚣张的样子吗？不行，无论用什么手段，我一定要抢回小灵通的市场。你还知道你是我的人啊？盼你到范雨成身边这么长时间，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有，我还以为你爱上他了呢。哎呀，季总，我一直都想着您呢，只是范雨成那小子啊，心思太缜密了，我一直都找不到机会。那你这次找我是？这是范总小灵通进货商的地址，我猜，如果季宏宇知道了，还是你接的呀？不管他们谁赢谁输，获利的都是我们。成哥不好了，季氏电器推出了一款价格更低的小灵通，正在迅速抢占我们原有的市场，已经有好几个进货商要和我们解约了。看来鱼上钩了。季氏电器推出首款小灵通，价格超低，质量更好，连续半年风靡市场，遭用户疯抢。季氏电器销售额首创年度新高。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成哥，我实在是不懂，为什么要把货源的地址给他？利益能够激起人心中的层层欲望，而他被欲望驱使，我的剑才能正中靶心。二哥，我决定了，我要 all in， 你来不来？疯了吧你！范雨成那小子奸诈成性，你确定这里面没什么问题？再说，你还没说你供货商的地址是从哪儿来的？你没有听新闻吗？现在小灵通市场我一家独大。一家独大？你哪来的这么多钱？那个公司正好有一笔货款到了，我就借来用用。放心，我很快就能还上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挪用公款吗？这可是犯法的。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这是借，我又不是不还了。你上哪儿去？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位置。季氏电器的小灵通检测为劣质产品，众人纷纷抵制。同时，据警方报道，
针对纪氏电器总裁季宏宇有挪用公款之嫌，正在展开调查。哟，大家都在呢。今天的新闻你们有没有看啊？都说这位者能者居之，今天是不是要还我？不过没事儿，今天我就不做了，毕竟狗坐过的地方我嫌脏。高雪，给我把椅子换了。你给我跪下！爸，小姨，刚刚电视里确实提到你了，但是说你挪用公款。爸，我错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借来用，等小灵通出手了，我就立刻能还上。小姨，我还漏说一下，刚刚新闻里说，你生产的小灵通都是劣质产品，纷纷都在抵制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对了，爸，这个货源是范雨成的，要错也是他的错。范雨成，你陷害我，你也别想袖手旁观，今天我非拉你下水。范雨成，你这个混蛋，我要告你和黑心厂商勾结，扰乱市价，以次充好。证据，小姨，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话，这可是污蔑。我有证据。谁说我没有证据？这个厂商地址就是他亲手写的。这字迹看起来还真是你范雨成写的呀。哼，好啊，你自己做出这种以次充好的缺德事，现在还要拉宏宇下水。范雨成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看你就是想吃其中的回扣。对，爸，你看到了吧？都是他害我的。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外公，这上面确实是我的字迹，但我暂且不说这个纸是他怎么拿到手上的。季宏宇，你就确定问题没有出在这个厂址上吗？季总，您说的这个厂家老板我没有见到，不过倒是见到另外一家。哦，这家工厂和您说的那家是同名，只是价格要低上很多。那老板说了，只要您跟他合作，就给您这个数的分成。我不管，反正就是你陷害我。与福瑞小灵通同名的无证黑心厂商被捕。据警方透露，纪氏电器就是其最大的合作方。够了，来人，把他送到警局去。不要，爸，我是您的亲生女儿，你得救我，不然我会坐牢的。爸，范雨成，范雨成，爸，救我呀，爸！我真是搞不懂你啊！费劲买下这个厂子，却取了个和黑心厂同样的名字，也不嫌晦气。他可不晦气，我还指着他爆雷呢。季宏宇，仅仅只是坐牢，真是便宜你了。这哪有那么简单呢？爸，您看出来了吧？这都是那小子做的局，您就能轻易这么饶了他？我说过，生意场上胜者为王。通知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范雨成接手宏宇的纪氏电器。爸，你们与其质疑我的决定，不如把我交代的事情做好。就3000万，把城北那块地给我拍下来。爸，那块地值5000万呢。老大，你让我失望的次数太多了。这次拿不下，就和你儿子一样，给我滚出季家！杰瑞，放出消息，你也要城北那块地皮。我不同意，那块地对季家有用，对我来说那就是一块废土。我可不做赔本的买卖。你只管照我说的做。有时候我真看不懂你，你究竟是要得到季家，还是要彻底毁了他呀？我要的从来都不仅仅是季家。用于拍卖的3000万准备好了吗？是。季总，范雨成和董杰瑞已经商量好了
一起出资5000万，拿下城北的地皮拍卖。你说什么？季总，老爷子可只给我们批了3000万，这回该怎么办？他一个干互联网的，买什么地？这样，把我名下季氏地产10%的股份转让合同准备好，我去会会这个董建瑞。是。听说季总最近忙得很，怎么有空见我这个闲人呢？你是闲，但你闲出的动静可不小。我听说你要帮范宇成那小子抢我城北的那块地皮，季总，别说的跟土匪下山一样。这甲方是公开拍卖，也没说一定要卖给季总你啊。老狐狸，说吧，怎么才会跟我合作？你要我背叛我同盟？生意人讲究的是个利字。范宇成那小子毫无根气，他配当同盟吗？我会给你季氏地产10%的股份。10%，1个亿，是啊。你只要答应帮我拿到城北的地皮，这1个亿就是你的了。哟，一茶这么巧，你也来凑热闹？凑不凑热闹的还真不好说。大舅，一会儿拍卖开始的时候，你千万别让着我啊！自然是不会。有什么？一会儿有你哭的时候。杰瑞，我让你筹备的资金都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放心吧。接下来，城北地皮拍卖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老总依次竞价，起拍价100万、200万、300万、3000万。别真是这么抬到几足，一开这个价抬到这么高。大家不知道吧？这是季老爷子最宠爱的小外孙，现在季氏地产和季氏电器都在他手。难怪，看来今天季家的救生之争是小外甥赢。果然和董总说的一样，这小子已经知道了老爷子只给了您3000万，一上来就要3000万，这是诚心要跟您叫板呢。他也配？8000万，8000万，8000万，这个更疯了！你总他疯了吧？这块地最多就值5000万。那现在就看范宇成到底争还是不争了。哎，说不准，说不定这范宇成背后还有董总撑腰呢。我不信，谁不知道季老爷子只给了你3000万，你哪来的8000万？主持人，我要求验资。既然有客人提出，那么季总还请您配合。季总，还请您出示下您的资产。这是黑卡。不错，我这张卡里的确只有3000万，但是我不仅仅只有一张卡。董总，你说是吧？杰瑞，没错，剩下的5000万，我替他付了。你的流动资金只有4000万，你拿什么跟我争？董杰瑞，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姜还是老的辣呀，是吧？安静，安静。还有更高的吗？那么，让我们恭喜季总，8000万获得城北地皮。大舅，你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和董总签的股份转让协议吗？怎么在你手里？你是故意的！感谢季总，让我们只花了5000万就得到季氏地产价值1亿的股权。你们此事之中都盯着我手里的股份。
大舅，你进来可要好好保重身体。我想过不了多久，你就需要给外公一个交代了。这老东西，这也太高明了，被骗了，哪来的钱这么多？对呀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什么意思？马上接手城北的地皮，这是老爷子给我最后的机会，绝不能搞砸。是。干杯！干杯！我现在啊，只要一想到那个季总的表情，我就想笑。其实啊，我们收了这股份，不跟他争就行了，为什么还要演这一出啊？怪累人的。人生嘛，总是起起落落。在他彻底落马之前，让他高兴高兴。看来还有好戏看。接着看便是。来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因为这块地皮被迫顶罪，可如今，季总，不好了！怎么就不好了？不让你赶紧开工吧？哎呀，我们是已经开工了，但是说呀，我们拍下的那块地被挖出了文物，现在工程已经被全面叫停，复工之日遥遥无期呀！啊，季总。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全压在这个项目里，如果迟迟不能施工，我们季氏地产就怕是要完了。老爷子向来最注重季氏地产，真要走到那一步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用你说啊！老子他妈的用你说！哟，大哥，发这么大的火，不是刚刚拿下城北那块地皮，应该高兴才对呀！你给我滚！哥。弟弟这可是来帮你的，帮我？董事长，城北的那块地皮被曝挖出了文物，现在已经无限期停工了。找我什么事？外公，城北那块地不能卖。哦，外公，您敢不敢和我打个赌？我赌城北那块地皮会爆雷。你小子激我！说吧，如果你输了怎么办？我不会输。继续。从小少爷，哦不，从季景到小姐，再到季鸿生季总，范少爷的狼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。您真的不打算出手吗？这话是谁让你说的？没有谁，只是我觉得。自打范少爷进了季家，饭桌上的人是越来越少了。你也怨我？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这样。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但是他们仨是什么德行，我心里更明白。哪有什么狼子野心、昭然若揭？古人云：“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”他们要争，就让他们争去。技不如人，就叫家长出面，我丢不起这老脸。更何况，我倒是瞧着雨城，颇有我年轻时候的风采，你说是不是？外公，雨城啊，好端端的怎么过来了？去，把老大叫来。是。来，外公，我是来和您兑现赌注的。你小子，说吧，你要什么？你先看看这个。这不是你大舅的股份转让合同吗？爹，你这次一定要帮我呀！大哥呀，你都这样了，你说我怎么能不帮你呢？季氏地产目前最缺的就是现金流。这样吧，我从季氏的海外业务中抽出1个亿的流水，但前提是我要你15%的季氏地产的股份。15%？我手里一共20%的股份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这怎么能叫抢呢？我的好大哥，季氏地产的现金流已经断，
等股价大跌之后，那就1分钱不值了。你说这算起来，我给你出的算不算是实打实的亲情价呀？季总，这是您要的股份转让协议。出去，我没有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是卧底啊！我一直都是啊，愚蠢的老色批。哎，大哥，转让协议还是尽快签了吧，要不然可就真来不及了。正好你们都在这儿，董事长要见你们。哼，这个畜生，竟然为了区区5000万，就把季氏地产的股权抵给外人。你为什么给我？你应该很明白，季氏地产的危机越大，你大舅就越早出局。你大可以把它悄悄地攥在手里，等着一朝东窗事发。你这么做，是心软了，还是要帮他？外公，我只是想要帮你。我知道季氏集团是你毕生的心血，而季氏地产更是季氏集团的心脏脉搏，所以无论季氏如何纷争，我都会让季氏地产好好活着，长长久久的活着。董事长，季总来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爸，我按照您的吩咐，3000万拿下了城北的地皮，但是底下有文物的事，这我也没有料到啊。你是在冤不是，而是他，我怎么敢啊？范宇成这小子，他勾结董杰瑞，给我下套！不要叫我妈，技不如人就哭爹喊娘，我就不信他按着你脑袋让你卖股份吗？爸，我季富民只是英明一世，怎么生出来你们这几个废物？爸，我错了，爸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从今往后，公司的事情不用你管了，滚吧！爸，你要卸了我的职吗？我可是您亲儿子。再啰嗦，给我滚出季家！爸，你到后面坐。是。爸，我扶你。雨辰，你坐那儿。好的，季董事长。这欲望千差万别，也许错落着。麻烦让一下。这一刻终于来了。愣着干什么？是，外公。二舅，麻烦让一下。季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我心中已经有了合适人选。交代下去，明天我要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正式宣布雨成成为我季氏集团的新任继承人。雨成，明天一早跟我一起出门。好的，外公。恭喜你啊！
怎么？紧张啊？我只是感觉有些不安。你是真的将记事交给我吗？就不怕我毁了记事？毁？我臣服商场数十载，我这双眼睛从没看错过人。放松点儿，一会儿还有场硬仗要打呢。大哥，大哥，爸怎么还没来呀？按理说这时间应该到了呀。来的早晚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我们今天都是重在参与。臭婊子，你是不是跟他睡了？你动手啊！这么多记者，今晚你就身败名裂。你说什么？季老爷子和季家未来的继承人出了车祸，在哪个医院？仁爱医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到。快走，快看去。车祸！医生，老爷子怎么样了？病人现在还没过危险期，不便探望，你们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医生，我儿子呢？我儿子范雨成怎么样？医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求求你一定要好好救他。成哥，车祸的事情有眉目了，货车司机的联络人是阿福。季鸿生，医生，我就这一个儿子，我求求你一定要好好救他，我求求你了！你给我滚！季宏远，要不是你那个扫把星儿子，到处在外面惹是生非得罪人，要不是他，咱爸还不会死。你胡说！我儿子才不是扫把星。自从他来了我们季家，我们季家是分崩离析。他害了多少人？现在又害到了咱爸头上。你们母子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你胡说！我不准你污蔑我儿子！你胡说！你个泼妇！我就替爸教训教训你这个不孝女！你怎么没死啊？我没死，大舅很失望吧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你给我放开！放开！雨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外公呢？外公怎么样了？外公还在抢救，只不过有人不想看见我们活着罢了。你看你大舅干什么？难道……不是，你们看我干什么？你不会相信这兔崽子话吧？你们也不好好想想，车都摔得四分五裂了，他怎么就受了一点伤啊？你也没怎么受伤，是不是你故意找人要害爸的？雨成不是这样的人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你说什么误会？你笑什么？我笑你们演得太假了。大舅，你真以为你做的那些全都天衣无缝吗？你说话要有证据的，有种把证据拿出来。李林，把人带上来。成哥，阿福不见了。怎么样？拿不出来了吧，我的好外甥？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今天你污蔑我的事儿不算完，当着我的地产。查，
给我一查到底！我就不信他露不出狐狸尾巴！是。最近范雨成像疯了一样，正在用各种手段调查我们。司机处理干净了吗？只是老爷子之前好像见过他。如果老爷子醒了，那就……他不会醒的，他这辈子都不会醒的。想办法把所有的事推在范雨成身上。这次我要让他再无翻身的机会。是。成哥，成哥，对不起啊，成哥，我不知道你睡着了。没事，怎么了？季红生买通了余气记者，大肆造谣，说你为了争家产不择手段，雇凶杀害季老爷子。现在舆论都偏向他们那边，我们公司的股价大跌。另外，依照现在的线索，季红生确实与此事无关。你说，我们是不是误会他了？阿福背后另有其人。哦，还有，我们的人传来消息，季红轩去医院了。糟了，快去医院！本来你要把季氏集团交给我，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。要怪，还得怪你自己呀。爸，别怕，儿子来送你最后一程。季红轩，你疯了！季红渊，季红轩，这可是咱爸呀！你还叫他爸？你不恨他吗？你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全都是因为他。别忘了，你曾经可是咱们季家最优秀的人呐。是我惹他生气了。他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们，有的只是利益。他压根就没有正眼瞧过我一次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恨他。哥，把手动了，把手动了！胡雪，胡雪！再快点，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！你要是再敢阻止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哥，你这是在杀人啊！病人药物过敏，手术室，快哥，快准备手术室急救！别吓我！妈，妈，快来人呐！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没用？外公、妈，只要是我身边的人，我一个都保护不了。可是你保护了我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董事长以防万一提前录制好的。他告诉我，一旦出什么事就把它交给你。宇成，董事长把他全部的心血都交给了你，你可不要让他失望啊！董事长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开始录了。好，去吧。雨成，当你看到这段影像的时候，外公已经不在了，你应该伤心了吧？但是不准哭鼻子啊！我现在还记得你和我第一次交手的时候，好像就在这里吧。那个时候你的小眼神像极了一只小狼崽子。外公很想把一个干干净净的季氏集团交到你手上，但现在看来我做不到。
不得不承认，外公老了。幸好还有你，一个像极了外公的亲外孙。哎，外公这是怎么了？不说那么多了。银华国的佐佐木早就对纪氏集团虎视眈眈了。玉茶，你要记住，纪氏是咱们本族的民族记忆，岂有他们这些外人占有？如有一天真的潦倒如此的话，我季富明死不瞑目。我一生的心血，一手创办的纪氏集团，就拜托你了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的考虑，过时不候。狗日的资本家！咱们手中的股份有36%，价值10个亿都不止，才跟我们3个亿，瞧不起谁呢？哥，纪氏地产的危机你忘了？那么大的现金流缺口，那才是真正的神仙难救。到时候纪氏集团一破产，别说3个亿，就是3000块、300块、3块钱都没人买了。那咱们就答应他。现在我手上所有股份加起来有17%，但外公跟我说季家兄弟2人手中有36%的股份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要是这样，根据公司法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拥有了1票否决权，这一下可糟了。你要找什么？我帮你找。外公留给我的退路，一份能够让我翻身的文件。是那个，我知道了。不好了，成哥！季家兄弟已经把纪氏的股份卖出去了，佐佐木现在正在纪氏集团总部要召开股东大会。佐佐木先生，刚刚带您参观的就是纪氏集团总部，怎么样？算不算一个风水宝地呀？要真是风水宝地，季富明就不会生出你们这2个不孝子了。哈哈哈哈！开玩笑罢了，洪轩君不会当真吧？别怕，像你们这种识时务者，樱花帝国大大的欢迎。好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。那些股东什么时候来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这些股东开个股东大会了。您开股东大会时，当然是裁员。我要彻底摘下纪氏集团的招牌，把这里变成樱花国文英财团的附庸。裁员？改名？佐佐木先生，您可是答应过我要善待我们纪氏集团的员工，你也答应过我不改名啊。我之前是这么说过，但现在我反悔了。佐佐木先生，您不能这样啊！季富明敢拒绝我，所以他的纪氏集团只能消失。洪兴君，你要给你的集团赔偿吗？股东大会开始多久了？已经20分钟了，希望来得及。原来你就是季富明给自己找的继承人吧？
这么一看，不过如此嘛。你赶过来了又能怎么样？股东大会已经开完了，季氏集团已经彻底不复存在了。哈哈哈哈！是，季氏集团没了，彻底被我族没了。季氏集团不仅没了，而且从今天开始，季氏集团人事部的调动也全权由我来负责。我宣布，范雨成，你被解雇了。丧家之犬，还不滚蛋！就凭你？各位，这是外公在世的时候给我留下一份公司的分立文件，此文件一经问世，即时生效。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季氏地产和季氏电器正式从季氏集团分离出来。外公在世的时候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季氏地产，所以季氏地产在，季氏集团就在。周总务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季氏和文英集团不死不休。华国季氏地产拍下了一块地，据说那地下埋着文物，价值不可估量。我要你立刻收购季氏集团，将里面的全部文物秘密运送回国。我完不成，你也不用回来了。嗨！洪玄君，你不是向我保证过，季氏地产一定会是我的？我再给你6个亿的高价，现在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佐佐木君，息怒啊！季氏地产受城北那块地的拖累，已经濒临破产了。就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他也救不了啊！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他范雨成现在就是秋后的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这个季鸿生，简直败光了季氏集团所有的流动资金，资金缺口之大，简直难以想象。另外，季氏地产其他楼盘也受他影响，根本卖不出去。那如果用季氏地产和季氏电器所有的现金流能补上吗？不行啊，成哥，你这招逼虎断尾，怕也只是垂死挣扎。世界杯预选赛即将拉开帷幕，中国队的球员也进入了紧张的赛前备战。外公这一次真的看错人了。世界杯预选赛即将拉开帷幕，中国队的球员也进入了紧张的赛前备战，期待这一次中国足球队能取得优异的成绩。杰瑞，我想到办法了，我要用国足作为销售噱头。你确定？说实话，我可不看好国足啊。我确定。不是，你没听我说话吗？这季氏地产的黑料已经太多了，如果这次国足表现不好，我看呐，这季氏地产恐怕要被永远的钉在耻辱柱上了。别担心，这次肯定不一样，相信我。来看一看吧，看一看吧。国足通过小组赛当天，季氏地产消费前10的顾客，所有的消费打9折。哦，对了，10强赛中每赢1场，季氏地产就在当天的成交记录中抽一套全额免单。您看看，真的？你看，看一看，都来看一看。季氏地产为国足助力，不要，拿着。哎，算了。想拿国家队来当噱头，还真是有点脑子。只可惜将这算盘打在了国足身上，我看季氏地产离破产也近在咫尺了。你就听我一句劝吧，你把宝压在什么地方不好，非要压在国足上，你脑子进水了。恕我直言，季总，
您的办公室好像不在这儿吧？哎，前几天也不知道是哪个不孝子，变卖了祖宗的产业，还是卖给了外国人。这是外国人不够你舔啦，你跑到我们范总面前，我要身在曹营心在汉啦。你怎么说话的你？那你要我怎么说啊？做过的事就别后悔。现在摆出这副姿态给谁看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们亲手抛弃季氏，那季氏从今往后无论变成什么样，都与你无关。你就任由他这么跟我说话？我可是你舅舅。这不是你撒泼的地方。有句话他说的对，既然你当初选择抛弃了季氏，那么季氏的未来、季氏的荣辱，就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苏凯，我也说那小八嘎气人呐！你们所有背叛季氏的人都不得好死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你们亲眼看见季氏高飞，让你们追悔莫及。我范雨成说到做到。范莎，你别不识好歹了！小组赛第一场马上见分晓。国足要是输了，我看你怎么收场！哼，是吗？让我们恭喜国足10比1，在我们自己家拿下首胜。国足首胜，季氏地产售楼部被挤爆，季氏地产大卖，还真让他们赢了。你不是说国足赢不了吗？按理说他确实是赢不了啊，这说明我们国足厉害。呸！佐佐木先生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绝对是巧合，下次国足必输无疑。干杯！恭喜我们季氏地产旗开得胜。对了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，自从国足胜利以后，我们销售部的门槛都快被踏烂了，仅是这一天的销售额就破了1000万，彻底打破了之前100日零销售额的窘境。这么疯狂，这万一国足输了，他们不会来砸我们店吧？不会，这才刚开始。通知下去，让季氏电器配合，凡是购置季氏地产的，一律电器都打8折。这次我要让季氏地产名扬中外。遵命。预选赛国足第2场马上开始，一定要输！赢！让我们恭喜国足6战6捷，成功以小组第1的身份晋级亚洲赛10强。假的，假球全是假球！谁呀？敲你妹呀！敲！洪轩君，你让我搅得好辛苦啊！佐佐木君，你听我说，这几场球全是假的，全他妈是假的呀！来，恭喜我们季氏地产成功涅槃，这个月销售额突破3个亿，距离我们还清所有亏空只差1步之遥了。来，哎，范总，今晚我们的球赛还会赢吗？外面的人啊，可都说你料事如神，你快说说国足的未来会如何？季氏集团的未来又会如何？这国足的未来我还真不好说，但咱们季氏的未来一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一定能够再创辉煌。哎，雨辰啊，怎么不见你的小助理呢？他呀，他去杀人诛心去了。啊？季总，好久不见啊！季总，哦，这就是那名，这就是季总，就是为了季总，
成天来看我笑话是不是？给我滚！你都骂人了，给滚！滚啊！昨夜，纪氏集团季红轩遭人报复身亡，目前嫌疑人佐佐木已被逮捕。外公，答应您的事情，我都做到了。纪氏地产只会更辉煌。您可以放心了。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你醒醒啊！你还没有原谅我呀，爸！爸，你醒醒啊！我错了，爸，你醒醒啊！有时候，人活着未必比死了幸福。下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上市公司纪氏集团的总裁范宇成上台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短短10年，他们抓住了无数风口，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，成功力挽狂澜，将已经退市的纪氏集团再次送入大众视野。让我们欢迎这3位投资界的点金手。生意场上的黄金搭档，共同见证纪氏集团上市的辉煌时刻。恭喜啊！恭喜啊！